欢迎来到轻声慢读。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聊聊一个关于爱与原谅的故事——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的外婆的道歉信。这是一段从告别开始的旅程，也是一个少女在原谅与理解中慢慢长大的故事。希望今天的声音能为你带来一点温度。来，先深呼吸一下，跟我说：要大笑，要做梦，要与众不同。人生是一场伟大的冒险。这句话就出自我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。如果你翻开它，就会看到说，这是一个关于爱、原谅和守护的故事。太好哭了，也太好笑了。合上书之后，很久你都会难以忘记它。读完这本书，你可以学到2点。第一是关于伤害，什么样的人能让你感受到伤害？如果他是一个陌生人，你不会介意。所以最沉重的伤害，可能是来自于至亲至爱的人。第二，伤害之后怎么道歉呢？我们往往都不会道歉。所以这本书的书名首先就吸引了我，叫《外婆的道歉信》。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关于失去。我们都知道，死亡最强大的力量，就是这个人会消失不见，好像跟他有关的一切都不见了。所以死亡不在于他能让人死去，而在于让留下来的人不想再活着。那么失去之后怎么办？这就是这本书里的故事，关于艾莎和她的外婆。艾莎是一个7岁的小女孩，她很难搞。他的性格很内向、高敏感、不合群，而且不爱说话。如果他就在你的身边，你可能会很头疼。我该拿这个孩子怎么办呢？正因为这样，他在学校里面经常跟小伙伴发生冲突，被老师和校长贴上了不合群的标签。那么大家在处理同学纠纷的时候，都会下意识地认为是艾莎的错。那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艾莎是个问题学生，就连他的妈妈都想要带他去看精神科医生。那么有这么一个人，她就是艾莎的外婆。外婆77岁，你看2个人的年龄好玩吧？7岁的小女孩，她是天真的，但是她有一些非常成熟的想法。那么77岁的外婆，她是成熟的，可是她有很天真的一面。那这个外婆的情况，好像听起来就更糟糕了。她被称为一个功能失调的老顽童，疯疯癫癫，喜怒无常，到处惹麻烦。外婆在这本书里面初次登场，就是给一个雪人穿上了衣服，然后把他从阳台上推下去。那邻居都以为有人从阳台上跌到楼下了，大家吓了一跳。然后外婆就敞着浴袍站在阳台上，用彩弹枪射击推销员。她朝警察扔粪球，她边开车边吃烤肉，然后喊叫着艾莎这个7岁的小女孩说：快帮我换挡。然后她去吃男护士的豆腐。这些种种疯狂的行为可谓罄竹难书。但是外婆却是艾莎唯一的朋友，也是艾莎心目中的超级英雄。很显然，艾莎和她的外婆都有点另类，她们显得不那么正确，放在人群中就像错别字一样容易跳出来，容易让人看着觉得有点别扭。那如果这是你的家人，该怎么相处呢？那我们来看外婆是怎么样成为艾莎的超级英雄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艾莎最爱的东西排名前3，第1外婆，第2哈利波特，第3维基百科。我们一开始就说，这个小女孩好像跟我心中很像。那由于她显得过于特别，因此常常被别人孤立。人家说她脑子有问题，所以当艾莎觉得不快乐的时候，外婆就会来安慰她。外婆怎么说呢？外婆说，脑子迟钝的人总是说脑子灵敏的人有注意力问题。然后外婆的原话是这样的，说，蠢货们不明白，在他们想清楚某件事之前，聪明人早就想明白了，并且开始想下一件事了。所以蠢货总是感到害怕，有攻击性，没有什么比一个聪明姑娘更让他害怕的了。艾莎一下子就快乐了，她被安慰到，对吧？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巴克曼说，拥有一位外婆，就像拥有一整支军队。我看到这句话就特别感动，因为外孙或者是外孙女，就因为外婆的爱，可以获得一项特权，那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都有人会站在你这一边，即便是你犯了错。事实上，特别是当你错的时候，他才更应该站在你这一边。那一位外婆既是宝剑又是盾牌。艾莎在学校里被人欺负，老师、校长、同学一点都不同情她，因为她很不一样，她显得不合群。那有人指责她，但是外婆总会挺她，不让艾莎去道歉，也不让她屈服，不让她为此承担责任。而且外婆有一点很棒，她从来不对艾莎说不要在意，
也不会说什么你越在意，他们就越欺负你得厉害，或者说你躲着点就好了，或者说你打回去。这些话都不在外婆的词典里，外婆才没那么愚蠢。但是不管什么情况下，外婆都会站在艾莎这一边。她说什么呢？只有与众不同的人才能改变世界。外婆鼓励艾莎，说平庸的人什么屁事都改变不了。你看，就是这样一位外婆，她显得有点二，对吧？但是二德元气淋漓，二德那么让7岁的小女生喜欢。外婆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评价，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，但是她在乎什么呢？艾莎会不会开心？艾莎开心，外婆就开心。有没有发现，成年人在孩子们的眼中，其实一开始都是超级英雄，他们怀揣巨款，好像无所不能。但是他们也有很烦人的一面，就是管东管西，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才重要。所以小孩子们心目中最想要的那个完美的英雄，似乎就是像艾莎外婆这样的成年人。他不大像个成年人，在某些时候他是我们的小伙伴，他懂得真正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又见识过很多的风暴，经历过无数的冒险，拥有巨大的能力。如果你曾经遇到这样的人，或者你就是这样的人，那么一定要珍惜。可是就算是超级英雄，也有失去超能力的那一天。在这本书里，外婆不幸得了癌症，她去世了，她不得不失去艾莎。更可怕的是，那个留下来的人艾莎，失去了自己的超级英雄，失去了她面对整个世界的底气。那怎么办呢？外婆在去世前做了一个决定，她留给了艾莎一项艰巨的任务，她要让艾莎去帮她送信，把这些信送给外婆曾经得罪过的邻居们。那为了要把这些信一一的送出，艾莎就要独自解决各种问题。外婆虽然离开了，但是我答应外婆的事依然得说话算数。所以有时候艾莎要走很远的路，去见一个有心理疾病的咨询师。有的时候她要去见一个被称为怪物的大块头，没有人敢惹她。那有的时候艾莎要躲过父母的监督和同学的纠缠，她要偷偷的溜出去。那我们先来说说道歉。我们一定会犯错，而且至亲至爱的人犯的错会让你的伤口难以愈合。如果学不会道歉，它可能就永远不会愈合。可是道歉好难，对不对？在生活中，越年长的人越不会道歉，因为我们没有学习过。比如说《红楼梦》里面，假设觊觎贾母大丫鬟鸳鸯，想娶为妾，鸳鸯拒绝，向贾母告状。贾母怒斥众人，包括无辜的王夫人。可是宝玉的娘是不是有点无辜？可没有人敢反对老太太。那么三丫头探春就挺身而出，她就去劝贾母，说老太太，您看看这个大伯父要娶个小妾，怎么会告诉弟媳妇呢？贾母突然说，是，那我错怪了王夫人。然后老太太要道歉，怎么道歉呢？贾母就找来宝玉，拉着他的手说，宝玉你看，我错怪了你娘，你怎么也不提醒我，看着你娘受委屈。宝玉机智回应，这错总得有人认，母亲得担，否则推谁？我倒要认是我的错，老太太又不信。大家都很会说话，那所有人的面子都全了。贾母就笑起来了，说这也有道理。说去，你快给你娘跪下。你说太太别委屈了，老太太有年纪了。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就是非常的中国式道歉，但它依然提醒了我们关于道歉的几个原则。第一，道歉要及时。第二，当有一些话说不开的时候，要有个中间人。第三，道歉一定要有结果，就是对方要能够接受，要能够原谅，要能够放下。那在艾莎和外婆的这个故事里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外婆做到了道歉的3个准则。第一，及时，临终前有些话再不说，就没有机会说了，所以一定要在有机会的时候早一点道歉。第二，就是她找到了一个中间人，她最心爱的小孙女，7岁的艾莎。第三，她得到了邻居们的原谅。这一本书所有的故事，就是整个道歉完成的过程。所以在外婆过世后，艾莎虽然愤怒，但她没有时间悲伤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必须独自完成外婆交给她的任务。不仅如此，艾莎还要帮外婆照顾我们的朋友，其实就是外婆在给艾莎找事干。人一旦忙起来，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，没有时间悲伤了。那这个朋友是谁呢？一只名叫乌斯的流浪狗。乌斯被锁在公寓的一间房子里，除了外婆，没有人敢靠近这个流浪狗。那在外婆过世后，艾莎第一次独自去喂狗，她拿着巧克力，
提醒大家，狗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，狗狗吃巧克力会死的。可是很奇怪，在这里巴克曼就写着艾莎拿着巧克力去喂狗。他一靠近公寓大门，先听到一阵猛烈的狗叫，艾莎吓得掉头就跑，还差点从楼梯上摔下去。但外婆说过，现实世界里人们总想逃跑，真正的骑士不管在哪里都会拿起他的剑。这是外婆在生前最爱给艾莎讲的童话故事。可是故事就是这样，一点一滴的改变和影响着艾莎。于是艾莎又硬着头皮回去了。然后艾莎发现乌斯看上去很凶猛，其实非常温顺。慢慢的，他们成了朋友。这真是一个彩蛋。艾莎没有朋友，没想到她这么快就有了新的友谊。虽然那个友谊来自于一条狗。外婆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？她的照片，年轻的时候放在这儿，会有一堆仰慕者。外婆很美，很有个性，但是她老了。她从来都不是个靠谱的人，老了也不是个靠谱的老太太。你甚至可以说，她是天底下最让人抓狂的老太太。她的确不按常理出牌。当艾莎在学校里受尽委屈，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外婆就会来帮她改写记忆，她就去做一堆傻事，而且超好笑。你到书里去看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用外婆的话说，如果你摆脱不了坏事，那必须用更多的好料去盖过它。如果你失恋了，那么尽快的开始下一段恋爱，就可以治疗你的失恋。如果你失去一份工作，尽可能的开始新的一份工作。那如果你有一个坏的记忆，尽量的做一点让你快乐的事情，来盖过它。那个坏的东西不会消失，但是它不会再对你产生致命的影响。有意思。艾莎听到有人说，外婆可以一个人在一个空房间里吵架，所以大家都说外婆有毛病。艾莎就去告诉外婆，外婆看起来很生气。外婆生气的点很好玩，她反问艾莎说，如果是那个房间先找茬呢，我不能跟她吵架吗？然后当艾莎有太多问题，不停地问外婆，你看小朋友都是10万个为什么吗？那外婆回答不上来了，她会翻着白眼反问，说，你没听过那个故事吗？有个女孩想得太多，然后她就爆炸了。谁也不敢相信，这是一个77岁的老人的行为。外婆这辈子做的都是些让人看不明白的事情。年轻的时候，外婆想当一个外科医生，但在她那个年代，人们不太看好女性出门工作，甚至一个女人去工作会受到很多的压力和指责。但是外婆根本不管这些。你看年轻时候，她就个性鲜明。在众人的惊讶声中，外婆做了一名外科医生。后来外婆的丈夫去世了，她的女儿那时候很年幼，就是艾莎的妈妈。可是外婆把年幼的女儿扔下，她跑到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去救人。外婆说，我们要做每一件我们能做的事，无论命运交给她什么，是好的还是坏的，是高峰还是低谷，外婆都做到了一件事，就是把生活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她做自己想做又能做的人，而不在乎别人的目光。第一封信其实是写给艾莎妈妈的。在艾莎妈妈小的时候，外婆忙着上战场，忙着救别人，忙着做很多事情，但是她忽略了女儿的成长。像不像我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，就是太忙了，来不及陪孩子长大。那艾莎就会认为自己的妈妈一直怨恨外婆。书里有一段对话，艾莎就问说，外婆在给你的那封信里写了什么呢？妈妈就抿了抿嘴，她写了对不起。外婆在道歉。艾莎说，因为她是个坏母亲。对，接下来妈妈告诉艾莎说，你外婆救那些孩子，是因为她小时候也被人救过。亲爱的，我一直不知道这件事，但她在给我的道歉信里写了，她是个孤儿。妈妈低声说。就是妈妈读了这封信之后，忽然开始深刻地理解了自己的母亲。然后妈妈就笑着说，外婆是一个超级英雄，她去了需要她的地方，拯救了很多的生命。所有的超级英雄都必须做出牺牲。你看，这个就是艾莎的妈妈跟外婆的和解。可能天下所有的女孩都和自己的妈妈有一个和解过程吧。艾莎的妈妈小的时候总是很气，生气自己的妈妈永远不在家。她跟艾莎的外婆吵架的时候，就大声地喊叫说，小时候你都没管过我，现在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？这个台词我们听着好熟，对不对？经常在我们的身边出现。可是当外婆过世之后，妈妈读了这封道歉信，这个时候她自己也做了妈妈，她就真正的和外婆和解了。
而外婆留下的这封信，你能说它来得太晚了吗？并不。在书里我们看到，就是这封信也教会了艾莎和妈妈的和解，这段非常动人。妈妈握住艾莎的手说：“我知道，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，亲爱的。”艾莎说：“不用一切都完美的，妈妈。”他们坐得很近，妈妈的眼泪流过艾莎的鼻尖。妈妈说：“我工作太忙了，宝贝。以前我总是气你的外婆不在家，而现在我自己也是一样的。”那艾莎就用她的格兰芬多围巾擦干两个人的鼻子，他们两个人都在哭。艾莎说：“没有一个超级英雄是完美的，妈妈，没事的。”妈妈笑了，艾莎也一样。这段非常暖。那我们道歉是因为爱会制造很多很多的问题，甚至有的时候爱会带来伤害，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用爱来解决。那还有谁会收到外婆的道歉信呢？外婆的邻居们，就是她一一写出道歉信的那些收信人，都非常不一样。有的人因为海啸失去了儿子，这个母亲就一直很伤心；有的人经历了战争，然后受到了心理创伤，他是个士兵；有一位是出租车司机，因为失去了爱人，他就孤独终老。不管他们经历了什么，都显得那么的不快乐。没有人愿意靠近不快乐的人，可是艾莎那个与众不同的外婆却不一样，她拼命地去干扰这些人，她总要在一潭死水上激起浪花。在外婆的这些收信人里面，有一个她的外号叫怪物，她和艾莎的外婆住在同一个公寓里。怪物是比艾莎还要孤单的人，他从来不在白天出现，总是在别人都藏在房间里的时候，他悄悄地出去，再悄悄地回来，好像无声无息，一点存在感都没有。但是他的块头又太大了，又显得那么的阴沉，所以大人们也有点怕他。那艾莎看到收信人竟然是这个怪物，她就硬着头皮去找到了他。结果艾莎发现怪物的家里特别的整洁，这是一个很爱干净的男人，也特别容易受惊吓。这个发现竟然让艾莎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她一个7岁的小女孩都能吓到这个大块头。在后来的交往中，怪物曾经一声不吭地保护了艾莎，又多次地向艾莎传递了他的善意。然后艾莎吃惊地发现，就在外婆的那个照片墙上，有一个眼睛闪亮的小男孩。这个小男孩竟然就是眼前的这个大块头怪物，他是外婆年轻的时候帮助过的人，是外婆把这个小男孩从战争中带出来，从难民营里救回来，然后把他安顿在这个城市里。所以艾莎就能够理解外婆说的一句话，她说，不是所有的怪物一开始都是怪物，有些因为悲伤才变成了怪物。我看到这句就突然有点伤感。我们身边有一些格格不入的、郁郁寡欢的，或者看上去难以接近的人，谁知道呢？也许他们心中有着一些不能对别人讲的悲伤和秘密。那艾莎就问怪物说，外婆在信里写了什么？怪物就戴着那个帽兜，他深吸了一大口气，说写了对不起。他没有转过身来。艾莎说，还有什么？那可是一封很长的信。然后怪物就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，又向房子门口点了点头。他低吼着说，现在晚了，睡觉。不，除非你告诉我那封信的内容。怪物就缩回到那个帽兜里，就迈着步子走来走去。然后他终于开口说，保护你，保护艾莎。这就是外婆交给怪物的那封道歉信。他提醒怪物，在你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你经历了很沉重的痛苦，你需要保护。现在艾莎失去了我，她也变成了一个需要保护的小女孩。那爱的接力棒传到了你这里，所以你要保护她。因为要保护这个小女孩，怪物就成为了一个强大的、有责任心的人。所以怪物收下了外婆的道歉信，也就是收下了外婆给她的爱的传递。在怪物的帮助下，艾莎也渐渐地接受了外婆是真的离开了这个人世间，这是一个事实。艾莎就站在外婆家的阳台上，回忆她和外婆的种种神奇的经历。她开始慢慢地理解外婆为什么要让她送信。她也觉得外婆安排的这场冒险绝对不会就此结束。没错，外婆已经计划好了所有的一切。另一个收信人，邻居玛丽，这是个爱管闲事的刻薄老太太。可是艾莎终于知道了玛丽的故事。玛丽从小生活在阴影里，因为她有一个大明星姐姐，是个歌星，然后玛丽就变成一个不被人关注的小透明。
后来玛丽嫁人了之后，她的丈夫肯特又和别的女人暧昧、劈腿、藕断丝连，所以她在情感上非常受折磨。可是一直以来她都没有反抗过，她接受命运，她觉得没有办法。为了获得一点点微小的存在感，她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这座公寓楼，每天都围着丈夫转，对吧？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卑微的爱，难道因为卑微，爱情就会降临吗？丈夫就会对你更好吗？完全没有。玛丽的低头并没有让丈夫善待她，这个男人拿各种蹩脚的理由来敷衍她、搪塞她，甚至连特别重要的新年圣诞节都很不耐烦地丢下她，匆匆地出门去奔赴另外一个女人的约会。这样的生活，玛丽忍受了好多年。外婆留下这封信，她告诉玛丽说，你值得拥有更好的，就算你是个老太婆。玛丽接到了这封信之后，就真正的想通了，与其委曲求全，不如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就像艾莎外婆做到的那样。之前她一直认为，当你非常非常爱某个人的时候，你很难跟他分开。可是现在，她更加清楚地看清了自己，就是当你非常非常爱某个人的时候，你很难和别人分享他。对，她要的感情绝对不是一个不忠诚的丈夫。所以玛丽没有跟丈夫告别，她打点好行囊，开车去旅行了。掌握了生活主动权的玛丽，第一次感受到人生可以如此美好，这是那封信带给她的力量。我们生活得很现实的人，一直就会讲说，在悲剧发生之后，如果悲伤、失落、痛苦，那没办法，先忍耐一下，时间会改变一切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你的痛苦会减轻，但这不是真的。悲伤、痛苦、失去是永恒不变的。如果你没有办法面对它，没有办法解决好这些问题，一辈子都会背负它的，那么人就永远在承受压力。外婆从来不让别人忍耐，她告诉你，你要解决。她就像一束光，照进了那些有伤口的人枯萎的内心。她用善意、用温暖感化他们，给了所有人重新开始的希望。那外婆的能力是什么呢？只有一个字，就是爱。如果一直得不到爱，那些伤口不会消失，它反而会慢慢的深入心底，别人看不到，但你知道自己永不愈合，就是骗不了自己的。所以我们说，爱是阳光，是空气，是水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就爱是生活的必需品。所以艾莎也是在送信的过程中，慢慢的体会到爱有多么珍贵，以及每个人可以怎么样得到爱。随着一封一封道歉信的送出，艾莎突然想起了外婆曾经给她讲过那么多的童话故事，而那些童话故事里的人物竟然就在她的身边，就是这些道歉信的收信人，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人。然后艾莎也真正接受了没有外婆的日子，她做好了准备。所以外婆为什么要交给艾莎这么艰巨的任务？她是希望她最心爱的外孙女在她离开之后能够成长，能够变成一个心灵强大的人。深爱着自己孙女的外婆，那个老谋深算的不靠谱的外婆，把最后一封信装在了一个特别的小信封里，留给了艾莎。我们来拆开这个小信封，看看外婆写了什么。这个小信封打开，我就哭得稀里哗啦，就是难看极了，鼻涕一直流。外婆满篇的错别字，特别凶残。她写说，我的艾莎骑士，抱歉，我不得不死去。抱歉，我死了。抱歉，我老了。抱歉，我离开了你。抱歉，我得了这个见鬼的癌症。抱歉，我有时候是个混蛋，有时候不是。我爱你。10000个童话永恒。告诉小半那些童话，保护城堡，保护你的朋友，因为他们也会保护你。城堡现在是你的了，没有人比你更勇敢、聪明和强大。你是我们中最了不起的人。好好长大，做个与众不同的人，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不应该不同，因为所有超级英雄都是与众不同的。如果他们敢惹你，就踢他们的要害。好好生活，好好大笑，好好做梦，为密阿马斯创造新的童话故事。我会在那里等你的，也许外公也会，鬼知道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都将是一场伟大的冒险。抱歉，我很疯狂，我爱你，见鬼，我超级超级爱你。如果你去看原文，整封信你可能都难以读下来，因为有那么多写错了的字。但是它那么容易懂，因为只有2个主题，第一是对不起，第二是我爱你。外婆永远无条件地站在艾莎这一边。在艾莎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
是他8岁的生日，他长大了。是外婆的信，在外婆离开他之后，陪伴他一点一点成为一个强大的、与众不同的小女孩。那现在我们终于能来说说艾莎的爸爸妈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艾莎的妈妈，她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强人，她小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自己妈妈的完整的保护，她的爸爸又很早离世，所以她变成了一清醒和理智的大人。她总是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下。她和艾莎的爸爸离婚后又再结婚了，而且她又怀孕了，所以艾莎是和自己的继父还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小孩子生活在一起。艾莎把妈妈肚子里的那个孩子称作小半，曾经外婆非常的担心，她害怕艾莎因为小半的出现遭到冷落，导致艾莎不快乐。于是外婆尽自己的所能，疯狂地补偿艾莎。年轻的时候，外婆帮助陌生人，忽略了自己的女儿。那么现在，当艾莎度过童年的时候，外婆一直陪在她身边，她只想做艾莎一个人的超级英雄。这也是外婆在补课。那艾莎的爸爸呢？在整本书里，我们都觉得他是个存在感很低的男人。他在和艾莎妈妈离婚后，也组建了新的家庭。他和艾莎有固定的见面日。艾莎非常敏感，所以他会觉得爸爸不喜欢自己，因为自己不太一样。可是爸爸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这本书写到最后，当所有人都看过外婆的道歉信之后，有关于艾莎跟爸爸的一段沟通。因为小半的出生，艾莎也慢慢的变得更加懂事和更加坚强。她决定花更多的时间和自己的爸爸待在一起。爸爸就小声地跟艾莎说，以前我们不想带你离开这里。艾莎说，因为你不想带我离开妈妈吗？爸爸摇摇头，因为我们不想让你离开你的外婆。对，爸爸知道，在艾莎心中，没有人能够替代外婆，所以他不忍心把艾莎带走，哪怕妈妈已经有一个新的孩子。爸爸非常想要见到艾莎，他依然把艾莎留给了外婆，这是为了艾莎。当艾莎理解这些的时候，雪花正密密麻麻地落在车子的挡风玻璃上，面前的世界似乎消失了。艾莎就握着爸爸的手，爸爸更紧地握着她的手。爸爸，对父母来说，要接受自己不能永远保护孩子免受所有的伤害，很难。艾莎轻轻抚摸爸爸的脸颊，她说，孩子们也很难接受这件事。这就是艾莎理解了爸爸。爸爸抓住艾莎的手指，他说，我是个很没主意的人，我知道这让我成为一个不称职的爸爸。我总是很担心，在你开始跟我们住得更久之前，我应该生活得更有条理。我以为那是为了你好，父母常常都会这样想。我想我们让自己以为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孩子，但是孩子不会因为父母忙于其他的事情就停止成长，要让我们承认这一点很痛苦。艾莎就用额头靠着爸爸的手掌，小声说，你不用做一个完美的爸爸，爸爸，但你必须得做我的爸爸。你不能要求妈妈比你做的更多，是因为她碰巧是个超级英雄。看到这，我觉得有点震惊，也很感动。艾莎的爸爸看起来好像并不太会表达，而且有点冷漠和木讷。他没有流露出特别想要陪伴艾莎的那种意愿，他也有了自己新的家庭。但是当爸爸敞开心扉，跟艾莎讲的这段话，会让我们对他有非常深的理解，对他刮目相看。而且还没有完，为什么爸爸会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，但是他没有再生小孩呢？不是他新的伴侣不想要孩子，是因为爸爸不想这么做。因为他作为艾莎的爸爸，他不想让这个小孩子觉得他去哪里都像在做客。他想做好准备，让艾莎能够跟他一起生活的时候，觉得没有任何障碍。所以艾莎的爸爸觉得，艾莎根本不是个什么不同的小孩，另类的小孩，不正确的小孩。她非常完美，完美到我已经不需要另外一个孩子了。对爸爸来说，艾莎就是独一无二的珍宝。你看这个男人什么都没说，可是其实他知道，他只是需要让艾莎也知道。所以在外婆给艾莎的道歉信中，告诉艾莎，你要好好长大，做个与众不同的人，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不应该不同。如果他们敢惹你，就踢他们的要害。对，艾莎的爸爸也是这样想的。而艾莎终于明白了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，在外婆的眼中，在爸爸的眼中，在妈妈的眼中，他是珍宝。所以好好生活，好好做梦，好好大笑。我们该怎么理解这3个并列出现的句子？
如果说好好生活意味着有能力，那么好好做梦就代表有梦想，那好好大笑就是有爱和美。外婆从来不说再见，她只说回见，这是外婆的习惯。那外婆给艾莎讲过很多很多的童话故事，在这本书里都有。童话故事发生在一个叫不眠大陆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们也从来不说再见，只说回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眠大陆上面的人们相信，没有什么事物会真正消亡。在童话世界里是这样，但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呢？当然有一些东西是会消亡的，雪花会消亡，我们的容颜会消亡，我们爱的人有的时候也会不见，但是总有一些东西，它出现了就不会消失。比如说真正的感情，无条件的爱，还有那些饱含爱和希望的故事，比如这本书《外婆的道歉信》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就到这里。